乌军14个旅大规模反攻库尔斯克，乌军第80空突旅消灭一个迎兵地的俄朝联军。乌军第22旅重新控制马尔耶夫卡村，俄朝联军战术落后，装甲损耗殆尽。乌军第3突击旅消除沃夫昌斯克俄军据点，托列茨克一分为二，乌俄阵地彼此相连，激战持续。乌战斗小组发动袭击，库拉霍沃俄军不战而降。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刚袭击完俄罗斯最大导弹工厂和第2大海上贸易港，就开始了地面战斗的全面反攻。经乌俄双方的证实，乌军在库尔斯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反攻。综合基辅独立报、战争研究所等消息报道，1月5日上午9点，乌军地面部队开始在库尔斯克集结，并从多个方向进攻了俄军阵地。在第一次通报中，乌军集结至少2辆坦克、1辆爆破车和12辆战斗装甲车组成的突击群，沿着220公路分3波向大索尔达茨科耶村以及附近的比尔登农场发起进攻。根据流传的视频和最新战役地图显示，乌军装甲纵队一路横推，先后占领了米哈伊洛夫卡村、马蒂诺夫卡村以及切尔卡斯科波雷什诺村，并有报告说乌军已经攻入了诺沃斯托尼茨基，正从这里不断攻向大索尔达茨科耶村。目前战况不明朗，有待进一步披露。在苏贾南部的马赫诺夫卡村以及北部的克鲁格伦科村和波格列布基村附近，同样发现了大量乌军踪迹。如泽连斯基4日曾在晚间讲话中证实，乌军第80空突旅在马赫诺夫卡村的2天1夜战斗中，摧毁了相当于1个营兵力的朝鲜特种部队和俄军伞兵。虽然泽连斯基未说明细节，但从乌克兰公布的视频、图片等证据看，俄朝联军几乎全部死于集束弹和无人机打击。乌军第22旅还重新控制了马尔耶夫卡村东部 1.5 平方公里的区域。由此可见，乌军似乎是想将各地反攻联动起来，试图通过多方向的突破来分散俄军注意力，从而争取在库尔斯克战场和乌东战场获取主动权。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发表声明承认了乌军发动的大规模反击，但也表示俄军北方集团军已经利用远程火炮和空中力量击败了乌军的突击群，并摧毁了2辆坦克、1辆爆破车和7辆装甲战斗车。在库尔斯克各地共击退了乌军14个旅组成的2次大反攻。不过从各地披露的画面看，乌俄两军的交战显然还在进行。乌克兰军方最高指挥部5日晚间也表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发生了42起交战，目前仍有12起在进行中。有趣的是，由于乌军推进速度太快，一度让俄军以为乌军目标是夺取库尔恰托夫的核电站，从而解放库尔斯克州。当然，考虑到乌军在切尔尼戈夫州边境集结的 1.5 万人，也有分析认为，乌军此举大举进攻库尔斯克是在佯攻，是在为主攻布良斯克或别尔哥罗德州的部队吸引火力。乌军接下来会如何行动，火力军将持续观察。但不管怎么说，在如今的库尔斯克战场上，俄朝联军战术落后，且严重缺乏重火力、装甲力量和航空支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截止目前，库尔斯克前线主要有2大战场。第一战场是乌军同俄军第83空突旅、第11空突旅等部队在克列涅沃东南方向、维克托罗夫卡村、亚历山德里亚村和达里诺的战斗。第二战场是乌军同朝鲜特种部队、俄军第7空突师以及俄军老虎志愿兵支队和老兵突击旅等在苏贾东部和东南部的战斗。从当前战况来看，俄朝联军虽然占据人数优势，但奈何战术落后，所采用的人海冲锋战术总是因落入乌军火力陷阱而损失惨重。而且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朝联军如今存在严重缺乏重火力、装甲力量和航空支援。大量流出的视频证实，俄军如今正在使用毫无防护作用的摩托车、电动车、4轮全地形车，甚至是电动滑板进行机动作战。援俄的朝鲜部队更是只能徒步穿越几公里战线投入战斗。据乌克兰公布的数据统计，2024年乌军摧毁了3000多辆俄军坦克和9000辆各种装甲车辆，几乎是2022到2023年俄军战场损失数量的2倍以上。而考虑到俄军装甲库存和军工生产力，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认为，到2026年，俄军坦克和装甲车辆数量将不再具备持续全面进攻能力。即便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一年可生产300辆全新坦克，翻新300辆库存坦克，也无法弥补在战场上的严重损失。受此影响，俄军如今在战术安排上几乎舍弃了密集的装甲攻势，转而让坦克和装甲车在战线后方充当起机动式火力支援平台。在战场前线，一般会先由俄步兵小分队骑乘摩托车、全地形车分散进入战场，
再通过无人机侦察目标之后，引导俄军炮兵和空天军对乌军目标进行摧毁打击，最后再让俄军步兵小分队占领阵地，打扫战场。只是俄军低估了乌军无人机收集情报和摧毁能力，俄军后方的装甲车和坦克依旧被挨个点名，前线也总是先一步发现来袭俄军，将其引入陷阱摧毁。总之，若是俄朝联军仅依靠徒步的人海战术，1月20日前几乎不可能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州。前线方向，乌军也同样发起反击，俄军士兵不战而降。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试图在斯塔里奇亚和沃夫昌斯克发起装甲攻势，但被乌军第3突击旅识破并成功阻止。之后，乌军第3突击旅发起反击，成功打掉了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外部的据点。目前乌军已基本控制了沃夫昌斯克，但零星的战斗仍时有发生。如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伯夫少校1月5日坦言表示，俄军正以战斗小组形式不断对沃夫昌斯克乌军发起攻势。库皮扬斯克方向，由于损失巨大，俄军地面推进几乎停滞。乌克兰库皮扬斯克市行政长官安德烈·贝塞丁表示，目前俄军已经改采空中打击，利用滑翔炸弹、多管火箭系统和无人机袭击库皮扬斯克，目前前线距离市中心约2公里。博洛瓦方向，乌军第92突击旅1月5日在扎格里左维村附近击退俄军机械化攻势，并摧毁了2辆俄军装甲车。红利曼方向，乌军第29营向伊万尼夫卡发起进攻，围攻该村东部俄军第283步兵团，这也再次证明火力军此前推测的正确。乌军摧毁俄军在卢甘斯克的弹药库，就是为了配合如今的地面行动。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将俄军赶回运河对岸，重新夺回了顿巴斯运河沿岸的阵地。托列茨克方向，乌俄双方的战斗已将托列茨克市一分为2，双方各占一半，阵地彼此相邻，战斗以房屋巷战为主。为了打破僵局，俄军加大了进攻力度。一名作战的乌军士兵称，俄军作战小组由原来的5人小组升级为20人小组，同时展开焦土战术，企图迫使乌军撤退到避难所，然后重新占领阵地。而乌军在得知情况后，已安排第28旅炮击俄军阵地和前线据点，阻止俄军行动的同时，还实施了反击。目前战斗仍在进行当中。红军村方向战线暂无明显变化，但在沃夫科夫村沦陷后，俄军加大了对北部资源的投入，试图攻入更北边的 T0406公路。一名乌克兰情报官员表示，俄军为了不降低进攻力度和推进速度，每天在该方向都要损伤至少400人。这名乌情报员还指出，新到来的俄军仅只接受过几周培训，这一点在库拉霍沃前线得到了证实。据乌克兰电报频道报道，乌军第79空突旅的2名士兵在库拉霍沃一次进攻中俘虏了14名俄军。报道称，在这次作战中，2名乌军士兵于深夜时分操控带有夜视系统的微型无人机侦察发现了隐藏的俄军战壕掩体，随即操控微型无人机挂弹攻击，多枚手雷和迫击炮弹被精确投入俄军战壕，迫使俄军士兵向掩体内移动。之后，这2名乌军士兵快速突入俄军据点，并向掩体口投掷手榴弹封堵出口，然后开始喊话要求俄军投降。最终2名乌军士兵几乎无伤占领了该阵地，并俘虏了剩下的俄军士兵。令人意外的是，掩体里竟然还有多达14名俄军，而他们都选择了放弃战斗。被俘的俄军事后表示，战斗刚开始，乌军靠近的时候，因为深夜黑暗，他们误以为是俄军小分队在夜间巡逻，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才意识到是乌军来袭，但为时已晚。此次作战既体现了俄军新兵作战素质低下，也反映出乌军小分队强悍的战斗力。经过战场检验，如今乌军小分队在作战时一般会分为4个战斗小组。第一战斗小组是狙击手，其任务是远距离狙杀俄军哨兵、巡逻兵，以及利用高精度监控设备进行辅助侦察。第二战斗小组是无人机，其任务是负责侦察、监控、火力支援和攻击。第3和第4战斗小组是大头兵，一个充当战斗突击力量，一个小组充当预备队。作战时，在狙击手就位，并将制定前进路线，核对周围地形地貌、俄军雷区、障碍物等军事目标，进行确认回传。之后，无人机小组再进入空中侦察，确定重点搜索范围。最终，各个小组确定每一个单位的责任范围，再分批展开行动，发动渗透式袭击，为乌军炮兵和后方 FPV 无人机指引目标。乌军这种精锐集中战法，能在前线集结最强士兵，并让他们充当尖刀，撕开俄军防线，甚至破坏俄军后勤线路，能最大限度延缓俄军攻势，甚至在必要时刻进行破局。只不过这种战法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太依赖精锐力量。若是调集精锐士兵至战斗小组，那被调集的作战单位战斗力必然下降，甚至一些残部将毫无战斗力可言。如乌军第152旅、155旅等，
一直没有形成完整战力的原因，就是每个月都会抽调200至300人加入前线的战斗小组，甚至有时会抽调1个营的兵力。大家想想，当有经验的骨干军官、士官和精锐士兵都被抽调出去，剩下的不就只剩下战五渣的新兵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乌军前线会选择战术撤退的原因之一。据法国电视频道 France 3报道，法国向乌克兰援助的幻象2000 5F 战机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交付。同时，据法国论坛报披露，首批交付战机的数量可能为3架。去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会向其提供6架幻象2000 5F 战机。该型战机是幻象2000系列战机中最新的升级版本，具备完整对空和对地打击性能，可以携带米卡空对空导弹、斯卡普1级巡航导弹和铁锤精准制导炸弹，要比乌克兰此前获得的20 F-16早期型号更先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空军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法国为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培训计划也已经结束，这等同于为接收法国战机提前打好了基础。据路透社报道，1月3日，波兰举行欧盟轮值主席国交接仪式，但并未邀请上任轮值国主席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匈牙利驻波兰大使。波兰此举看似外交失礼，实际上波兰并不想给匈牙利面子。一方面是因为波兰外交部表示，匈牙利向被指控挪用公款的波兰前司法部副部长提供庇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欧盟轮值主席国交接仪式上，波兰总理图斯克一度猛烈批评欧尔班，指责其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立场问题。目前欧盟成员国内的匈牙利、斯洛伐克已越来越不受其他欧盟成员国待见。不过由于欧盟没有强制退出机制，即只要匈牙利、斯洛伐克不退出，就一直会是欧盟成员国，因此欧盟正在收紧对这两国的援助政策，例如刚刚没收匈牙利的10亿欧元援助等。至于斯洛伐克，在其总理菲科访问俄罗斯以及扬言要报复乌克兰后，目前已引发诸多民众不满，且已有组织在抗议菲科，恐怕这两个国家以后很难享受到欧盟的众多福利了。另一方面，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公民陆续收到征兵通知。根据该信件显示，乌克兰正在执行新的征兵活动。收到该信件的乌克兰民众应按需部署到动员点，并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而且文件还提及到了逃避征兵和可能引渡的刑事责任，并附带有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公民的具体姓名和地址。随后经波兰外国人办公室查证，这些征兵文件是伪造的。目前波兰正在审查这些文件的来源。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早在战争爆发前，差不多是从2021年9月起，美国政府就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主要包括毒刺、标枪这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同时他表示，俄军如今虽然在前线取得一定进展，但乌克兰对其领土的要求始终存在。至于乌军是否能收复领土，将取决于盟国的进一步支持。对于布林肯的发言，俄罗斯外交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其发言人扎哈罗娃将布林肯的发言解释为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之一。此外，拜登在即将卸任之际，还给特朗普挖了个坑。12月29日，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去世，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为卡特去世降半旗1个月。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第2次总统就职典礼将在降半旗中度过。特朗普自然表示了不满，但白宫方面随后表示，在1月20日的交接仪式上依旧会降半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不满而改变。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伊朗计划从今年起接收俄罗斯的苏35战机，并将其纳入空军战力。X 平台用户伊朗观察者1月4日对其评论称，苏35的加入将大幅提升伊朗空军作战能力，同时也凸显出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不断发展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伊朗引入俄罗斯苏35战机的交易，据悉已经酝酿数年，是双方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伊朗方面尚未确认接收的苏35数量，但此前各种报道推测认为，第一批大概会有24架飞机，且预计将于2025年投入使用。卫星影像也显示，伊朗位于哈马丹的第3战术空军基地目前正在建造苏35的专用机堡。苏35是一种多用途双引擎空中优势飞机，能够执行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其搭载有雪豹1被动相位阵列雷达、先进航电系统，可挂载各式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其向量推力发动机提供优异机动性，远程雷达则可同时接战多个目标，并具备先进电站能力和数据融合系统，这使其比伊朗现有的许多战机具有显著优势。
要知道，目前伊朗空中的战力是由1970年、80年代的老旧战机组成的混合机队，其内包括 F-14A、F-4、米格29以及其他苏联战机等。这些机型已接近服役尾声。面对周边国家拥有的北约先进战机，伊朗难以取得空中优势。而苏35的到来，伊朗专家认为将极大提升伊朗的空中力量，并帮助其加强对其领空的控制。美国国防邮报1月2日报道称，美军第3陆战队滨海团已经在夏威夷驻地接装了首批陆基伴随式野战近程防空系统 MADIS。报道称，接装是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的，并对其进行了装备检整和维护科目演练等。熟悉在台与装备特性后，将能帮助美军第3陆战队滨海团有效提高侦测和拦截各种低空威胁能力。就 MADIS 系统本身而言，其可视为一种采用轮式车辆底盘的自行式野战防空武器系统，且可分为2种不同的版本，一种被称之为 MADIS MK1， 另外一种则被称之为 MADIS MK2。这2款系统都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作为底盘，它们之间既可协同作战，也可单独进行作战。其中 MADIS MK1 系统配备30毫米口径 XM91411链炮、7.62毫米 M240C 同轴机枪以及毒刺导弹，主要用于拦截传统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兼职打击无人机和巡飞弹。MADIS MK2 系统则移除毒刺导弹，配备了一座安装了 M134式转管机枪的遥控武器站，同时加装搜索雷达和直管套件，主要凭借高射速拦截小型无人机、巡飞弹等各类低慢小飞行器。从公布照片看，美军第3陆战队滨海团接收的就是一批 MADIS MK2 系统。美军陆战队陆基防空计划主管科尼基上校指出，本次接装不仅是美军陆战队提升防空战力的重要一步，更是未来持续整合新技术、应对新兴威胁的关键。报道称，根据美军陆战队2030兵力设想计划构想，未来 MADIS 将与轻型陆战队防空整合系统的电站干扰装备以及中程拦截能力系统配备的 AN/TPS-80 地空任务取向雷达、天空猎人防空导弹共同组成多层次防空体系，以挫败敌人的空中威胁，进一步确保在印太离岛作战的陆战队成员安全，能充分发挥美军优势作战能力。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1月4日，拜登批准向以色列出售80亿美元武器，其中包括战斗机、攻击直升机以及 AM120C8 导弹、155毫米炮弹和地狱火 AGM114 导弹等。生产和交付预计将持续数年，这将是拜登任期内最后一笔重大交易。只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出售仍需得到美国国会批准。以色列方面对此交易表示欢迎。2024年5月，美国曾暂停向以色列出口2000磅和500磅炸弹。原因是担心以色列在加沙南部拉法地区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然而，此举遭到共和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反对，最终拜登政府解除部分禁令，且再未做类似决定。之后，在2024年10月28日，拜登批准向以色列出售6.8亿美元武器，而此次更是直接批准80亿美元武器交易。这是即将卸任，选择不糊涂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美国已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仅2019年至2023年，美国就占据了以色列常规武器进口的69%。而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虽表明计划结束外部战争并减少美国的国际参与，但他也承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并敦促其尽快结束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富豪艾萨克曼于去年采购了一架从英国空军退役的狂风战机，并在美国重新进行了组装。据悉，这架狂风战机的具体型号为 ADV F2， 其中 ADV 是一款专门为英国皇家空军开发的拦截机，用以拦截苏联的轰炸机。F2 则是第2版生产的意思，其在英军的服役时编号为 ZD902， 当作是作为 ADV F2 型的测试平台，用以测试实验项目和新的技术。其飞行时数相当少，几乎不到1000小时，机件损耗程度极低。在年底前，这架狂风战机已完成了重新组装和通电测试，正在等待美国航空管理局认证，预计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进行首次复飞。除这2架狂风战机外，还有另外2架苏联的米格29UB，这些飞机将一同参加航展，同时支持北极星计划。这是艾萨克曼的私人太空飞行计划，而他此前也已被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为新任太空总署署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军此次在库尔斯克的全线反击会达到哪种程度？又是否是佯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